的妈呀！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得不说大来宾。那这一次不得不说的大来宾呢，他是能跳、能唱、能 rap 又能 freestyle， 我的 Young Blow， 我的兄弟张延齐梅桑诺。最近都在干嘛？最近在巡演嘛，然后就是上综艺台。那这一次那个巡演做了几站了？现在才第一站，长沙站。这一次巡演整体要走几站？整体走4站嘛，就只走4站，只有12月的4场，分别是长沙、成都、深圳、南京。买票了没有？除了工作跑全国以外的话，生活还是在北京，对吧？对，就在北京嘛。我每天就是练拳嘛，不工作的时候就去打拳。多久没回重庆了？半年了吧，差不多快半年。我其实很好奇，你每一次回重庆的时候，都一般会去哪？会干什么？会吃什么？我肯定先回去看爷爷奶奶嘛，然后在吴小区上面经常去吴小区逛一下。大家知道吴小区吗？有很多的 KTV 里面，我经常路过很 local 的地方。感觉一个在重庆长大的人也没有什么好逛的，都很熟。倒是老推荐同事们去吃9村烤脑花，因为很多外地朋友不吃烤脑花，但是这家烤脑花不一样，这家真的很好吃，安利了很多就是不吃脑花的同事开始吃脑花了。北京和重庆2个城市都生活过了，你觉得这2个城市带给你的区别是什么？那肯定还是重庆好，这个没有说的朋友们，因为北京太干燥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活不下去。你也才搬到北京吗？我刚刚搬到北京，家具还没有进去，先买了2个加湿器，那个太夸张了。对于我们这个西南方的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在北京的时候会吃得惯吗？完全吃不惯。这个观点的话，不得不说，我来到北京我还好，就像最近我能够马上感受到的，真的就是那个炸酱面，你得把那个煮了过后，你是我的妈呀！那不得不说，就是你的重庆味儿是从骨子里到外的。那不得不说，你已经融入北京了，还是很幸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我还是能够就是说那个融入进去。可以，不得不说，我推荐你到西湖醋鱼，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里你可以吃西湖醋鱼。感觉有点酸，但是你可以融入嘛，尝试一下。杭州当地美食顶级。最近新歌做的怎么样？最近刚发了一首新歌，叫《去哪里都可以》，其实是一个偏情歌。然后我在巡演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歌词叫去哪里都可以，只要是和你。大家都觉得是那种很甜的小甜歌。但我的设定里面是一对情侣，其中一个人因为重病离开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带着想念他的心踏上了全球环游的旅行，发现每个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影子。所以我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不管我们现实世界里还有没有在一起，只要你还怀念着对方，去哪里都可以，心里都有对方。这一次就是说刚刚发完最近这首歌，下一次是准备又发单曲，还是以专辑形式啊？可能还是先发一些单曲吧，因为下张专辑还在制作中。然后下张专辑我觉得是第一张，就是完全是我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之前还是会考虑一些商业因素嘛，刚从团里面出来，还是会考虑一些粉丝和听众的受众的习惯。但下一张专辑就是纯是我自己喜欢的。当时我们2个也做了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也是当时重庆山火期间，我们做了一首《重庆连线》。我想问，因为那个很临时，也很真实。我当时第一时间找到你的时候，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样一个想法？肯定是支持嘛，因为我觉得就是想到我最开始做说唱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社会热点就会立刻去出歌，就是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对，然后尤其是看了那些视频，比我都小的小孩就骑摩托车上山去送物资的时候，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但是确实你说我们飞回去跟他们一起上山送物资也不现实，所以我觉得用音乐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付出，就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那个事情让我很难忘，也很有意义。你在综艺里边有打败杨迪哥的秘籍吗？完全没有，打不过就加入。就因为你来录火星，你就发现想比迪哥搞笑，想比迪哥有效果真的很难，确实天赋过人，打不过他，只能加入。我录火星一定会前一天去找他，就先把我的故事给他讲一遍，然后他会说
不行，我就要改。他说稳了就稳了。哎，你不早说，我们待会儿就要上场了。然后你他做好准备了，我在这儿又傻着了。哎，你得跟他俩过一下。你觉得当时你在团队里边的话，带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在 Rise 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然后每天一起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小孩嘛，大家也是有这个团魂的，就一定是把团队放在第一的，有点就是真正的这种一个厂牌的感觉。现在那个生活中的话，和大家联系还有当时在节目上这么多吗？因为我们有的兄弟可能演戏比较多嘛，像然后有的做音乐比较多，可能做音乐的就跟做音乐的联系比较多。你现在我也知道有一个自己主持的一个电台名字，花果山电台花果山电台，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呢？其实现在的人真的听电台不多嘛。对。其实小时候我们都是可能车上，尤其在车上，就你会在上面听到好多我这个音乐没听过，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就发现其实电台这个形式能够让更多人去了解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所以现在我就在微博上会不定期更新这个花果山电台，可能分享一些工作里面遇到的趣事啊，或者是看到的一个新的东西。不得不说，花果山电台，大家支持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15-20的游戏。我们经常喜欢玩一些桌游游戏，其中有一个游戏就是15-20。待会儿输的呢，就由上一期的嘉宾阿大娃说的，可以用我的 BGM， 我的新歌，然后他来跳一段舞，然后为我打歌。拿着他的歌，我们一起来跳个舞，输的那个跳就行了，好吧？3局2胜，这么短啊？5局，好。我知道你5局3胜，没事，我是怕观众看不够，没关系，你定，好不好？我就怕被你秒杀。15-25，15-20，15，一比0，小胜。完了要跳舞了，准备好！我主要就是为了跳阿达娃的这个舞。愿赌服输决，我居然战胜了我的师傅。哦，好轻的，但是我不会跳。我不知道阿弗怎么跳，我只知道张延琪怎么跳。谢谢你阿达娃，让我重回舞蹈界。今天玩了一招70面组局。OK， 就是这一期的不得不说。OK， 配上。